万米高空惊现幽灵航班。战斗机接近后才发现，机上乘客已经全部昏迷，而驾驶舱内有一男子正在试图操控飞机，是恐怖劫持还是科幻穿越？这架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本期视频我们一起了解航空史上最诡异的灾难——太阳神航空522号航班空难。时间回到2005年8月14日清晨，一架波音737-300客机正在准备起飞，机上共有115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。担任此次飞行的机长是59岁的汉斯，他拥有超过16000小时的飞行经验。副驾驶虽然只有34岁，飞行经验较少，但也持有完整的波音737驾驶资质。上午9点07分，太阳神522号航班从拉纳卡机场准时起飞。这架飞机从拉纳卡起飞，经停希腊雅典，最终抵达捷克布拉格，预计飞行1小时30分钟。此时，机舱内的乘客们或许正在憧憬旅途，没人知道死亡正随着 altitude 的攀升悄然逼近。起飞5分钟后，驾驶舱内突然响起尖锐的警报声，机长以为是空调系统出现了问题，于是让副驾驶重新启动，但警报并未解除。随后，驾驶员立即询问地面人员，而此时后面的乘客已经出现了缺氧情况，氧气面罩也在不久后自动脱落。Everyone, please put the oxygen masks on completely over your mouth and nose. 驾驶员并未察觉后面的情况，但与地面的沟通却出现了问题。522号航班工程师询问加压装置是否设置在自动模式，机长汉斯不仅没有回应，还焦急地追问冷却器位置在哪。Can you confirm that the pressurization panel is set to auto? Where are my equipment cooling circuit breakers? 当飞机到达巡航高度时，地面呼叫航班，已经无人应答，雷达一直显示飞机信号，但飞机进入雅典上空后就一直反复盘旋。而雅典是一座拥有300多万人口的城市，飞机一旦在城区坠毁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空管人员将情况报告给了希腊空军，他们立即派出2架 F-16战斗机升空。战斗机接近飞机后，才发现飞机上的乘客已经全部昏迷，但是驾驶舱内有一个人正在移动，他很艰难地坐到驾驶位，似乎正在试图操控飞机。他是乘务员安德烈亚斯普罗德罗莫，曾在希腊空军服役，拥有一定的飞行经验。但随着飞机燃料耗尽，高度正在不断降低，而机舱里的人也只能绝望地看向战斗机。几秒后，飞机以500公里的速度坠毁在雅典城外的山丘上，机上121人全部遇难。事故发生后，希腊政府立即展开营救和调查，1年后才发布了这起事故的调查报告。这份长达189页的报告揭示了许多令人心碎的真相，一连串看似微小的失误，竟然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空难。调查发现，维修人员在8月13日的检修中，不仅忘记复位增压开关，还在维修记录中伪造了已完成系统复位的签字。这个看似简单的操作失误，直接导致飞机无法自动调节客舱压力，成为事故的源头。机长将客舱高度警告误判为空调警告，暴露出机组对紧急情况的处置能力不足。而波音737也存在着设计缺陷，客舱氧气面罩由压力传感器自动触发，但驾驶舱的氧气面罩需要飞行员手动开启，驾驶员又违反了先确保自身供氧，再处理故障的航空基本准则，最后缺氧导致意识丧失，错失了最后的补救机会。太阳神航空522号航班的悲剧，并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偶然事件，一个未复位的开关，一次误判的警报，一处不合理的设计，在万米高空交织成一张致命的网。愿幽灵航班的故事永远被铭记，愿每一次起飞都能平安降落。